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因毛里塔尼亚全国3/4的面积为沙漠，该国素有沙漠共和国之称。在古典时代，现今毛里塔尼亚是一块干旱的疏林草原地块。已知毛里塔尼亚最早居民是巴富尔人，公元3至4世纪时，巴富尔族被来自北非的博博尔人征服。博博尔人在肤色上是更接近白人的种族。在毛里塔尼亚，他们被称为摩尔人，在与巴富尔族交流融合中，毛里塔尼亚形成了混血人种黑摩尔人，这为后来种姓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根基。毛里塔尼亚的名字就源于古代博博尔王国，该王国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毛里塔尼亚行省，并一直繁荣到公元7世纪。然而，这两个地区并不重叠，历史上的毛里塔尼亚王国比现代的毛里塔尼亚更加靠北。博博尔人入侵的同时，西苏丹索宁克人建立了加纳王国。到了公元700年左右，加纳王国成为西非第一个帝国。9世纪时，当地的博博尔人曾结成强大的桑哈贾联盟，并以奥达加斯特为中心，控制了北通摩洛哥、南抵加纳王国的商道。公元980至990年间，加纳王国军队占领奥达加斯特，桑哈贾联盟瓦解，伦图纳部落等成为加纳王国的从属。就在此时，由先知穆罕默德建立的阿拉伯帝国迅速崛起。1035年，伊斯兰教马利克派神学家阿卜杜拉·伊本·雅辛来到毛里塔尼亚传教。他之后在塞内加尔河附近的一个岛上建立了宗教与军事合一的修道院。在得到伦图纳部落支持后，雅辛提出纯洁宗教的口号。在攻陷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后，雅辛建立了阿尔穆拉比特王朝。雅辛的继承者阿卜贝克尔死后，毛里塔尼亚因内部混战而国力衰弱。15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布朗角以南的奥尔金建立贸易据点。1441年，由特里斯陶率领的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布朗角附近沿海劫掠了10名非洲黑人，带回里斯本出售，这被认为是黑奴贸易的开始。16世纪末，摩洛哥打败桑海帝国，结束了黑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与此同时，贝都因人进入毛里塔尼亚北部，摧毁了商队贸易，促使商道东移。当时，欧洲人与毛里塔尼亚的接触主要源于阿拉伯胶的交易。1580年后，西班牙势力控制了毛里塔尼亚沿海地区。1638年，荷兰人取代西班牙，主导了当地的树胶贸易。1687年，法国人驱逐荷兰人。7年战争爆发后，法国被迫撤出了毛里塔尼亚地区。1815年维也纳会议召开后，法国对西非海岸的主权得到了欧洲列强的认可，毛里塔尼亚由此被划入了法国势力范围。在法国殖民统治下，毛里塔尼亚曾是塞内加尔的一部分。1920年，毛里塔尼亚成为法属西非的一个独立实体。当时，所有与摩洛哥帝国或苏丹帝国相关的记载都消失了。1939年，此前由巴马科管辖的瓦拉塔和内马地区并入毛里塔尼亚。1946年10月27日，随着法国第4部宪法的颁布，毛里塔尼亚成为法国海外领地。1957年6月，第一届政府委员会投票决定将首都从圣路易迁至努瓦克肖特。1960年11月28日，毛里塔尼亚获得独立。独立初期，摩洛哥认为毛里塔尼亚是摩洛哥领土的一部分。后经阿尔及利亚斡旋，毛里塔尼亚与摩洛哥于1969年建交。1975年，一方面出于民族主义原因，另一方面出于对摩洛哥扩张主义的担忧，毛里塔尼亚吞并了前西属撒哈拉南部1/3地区。然而，在与当地游击队进行了近3年战争后，毛里塔尼亚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开始崩溃。1978年7月，毛里塔尼亚全国复兴军事委员会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18年之久的达达赫总统。4个月后，毛里塔尼亚新政府与西撒哈拉签订和平协议。摩洛哥对此表示愤慨，并于1981年发动了针对中央民族团结政府的未遂政变。毛里塔尼亚自独立以来，摩尔人政府高层奉行阿拉伯化政策，谋求与北非阿拉伯国家联盟，这加深了毛里塔尼亚黑人与当权者摩尔人的矛盾。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持续干旱，使得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高种姓摩尔人运用国家权力撵走原来住在当地的黑人民族。为了改善白摩尔人和黑摩尔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毛里塔尼亚于1981年颁布了废奴法律。
毛里塔尼亚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由于沃尔德·海达拉雄心勃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计划因政权低效以及军事机构内部的大量政变企图，他此后试图通过频繁改组权力等级来防止对其地位的威胁，这促成参谋长塔亚为首的军政官员发动了政变。沃尔德·塔亚上台后，缓和了毛里塔尼亚此前的亲阿尔及利亚立场，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摩洛哥重建关系。当时，塔亚奉行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路线。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采取亲伊拉克立场后，毛里塔尼亚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加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毛里塔尼亚将其外交政策转向加强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1999年10月28日，毛里塔尼亚与埃及、约旦一起成为阿拉伯联盟中仅有的3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成员国。2005年8月，国家安全局长瓦尔和总统卫队司令阿齐兹趁塔亚赴沙特出席国王葬礼之机，以反对塔亚政权独裁专制为由，发动不流血政变，争取公正和民主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后，毛里塔尼亚于2007年3月11日举行了首次民主总统选举。此次选举标志着毛里塔尼亚在2005年军事政变后实现了向文官政府的过渡。2008年8月6日，以总统府特别参谋长阿齐兹为首的军人发动了政变，接管了政权。2019年8月，加祖瓦尼在2019年选举后宣誓就任总统。此次选举被认为是毛里塔尼亚自独立以来首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2024年6月，加祖瓦尼总统再次当选。目前，毛里塔尼亚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从地理上看，毛里塔尼亚是北非阿拉伯文化与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文化的过渡地带，具有沙漠北方的富饶绿洲和南方贫瘠之地的双重特征。毛里塔尼亚沿海地区还能有一些渔获和贸易的机会，内陆的大部分民众则还过着游牧生活，挣扎在艰难的温饱线上。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弱的国家，奴隶制的残余仍然久久不愿散去。奴隶制对毛里塔尼亚人而言是一个长期难题，它深深根植于社会结构，并与国家的民族构成密切相关。肤色和文化习惯上的不同，让一部分人受到社会的排挤，其中严重者便沦落为奴隶。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奴隶制中受到的伤害更大。由于毛里塔尼亚国土的大部分被沙漠覆盖，村落星星点点地分布在沙漠深处，即使有法令，执法者也很难深入基层。其次，许多奴隶在获得自由后发现，由于极端贫困的环境和缺少基本的生存技能，他们不得不重返奴隶主的家。由于肤色和社会缺乏流动性等原因，即使走上社会，他们仍被认为是奴隶阶层的一部分。真正能大幅改变自身命运的幸运儿，实在是凤毛麟角。目前，采矿业是毛里塔尼亚的第一大支柱型产业。据资料显示，矿产资源占该国自然资源总财富量的43%。在有利于大宗商品的贸易环境下，2003年到2013年，毛里塔尼亚的矿产出口总值从1.64亿美元飞增至22.63亿美元，有些年份甚至能占到出口总额的80%以上。毛里塔尼亚拥有类型多样的矿物品种，其中以铁矿最为著名，是世界第11大铁矿石供应国。此外，毛里塔尼亚还拥有包括黄金、铜、油、石油在内等多种矿产资源。除了埋藏在大陆之下的矿产资源外，拥有754公里漫长海岸线的毛里塔尼亚，也为获取近海油气及天然气资源提供了便利。2005年，在毛里塔尼亚的冷水珊瑚礁边缘发现了天然气资源，这一发现引起了英国 BP 石油公司的注意。相关研究人员称，毛里塔尼亚和邻国塞内加尔未来可能会出现世界级的液化天然气中心。可观的矿产资源吸引了大量投资，并为这个落后的西非国家带来了财富。自2000年以来，因为对这些地质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出口，毛里塔尼亚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了2番。虽然毛里塔尼亚政府高度重视采矿业，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提供指导，但由于目标模糊，对于采矿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其正向效果非常有限。根据预测，未来15年内对毛里塔尼亚采矿业最大的制约条件就是缺水。据统计，
毛里塔尼亚仅有57%的人口可获得日常的安全饮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和矿区工业用水的激增加剧了水荒。由于西方跨国公司疯狂在海上作业，导致该地区海洋酸化，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海洋生物多样性衰退，使沿海地区失去了重要的营养补给和收入来源。另外，科学家们还警告称，若发生井喷，泄漏的原油可能会对非洲西海岸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除了对水资源的污染，由于地处撒哈拉沙漠南缘，毛里塔尼亚长期干旱，不专业的开采会进一步加剧空气污染。相对于采矿业，渔业所能吸纳的就业要更多。据统计，渔业收入占该国外汇收入40%。除了传统渔业之外，发展新能源也为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毛里塔尼亚提供了出路。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毛里塔尼亚政府共同提出多功能太阳能平台方案，目前已使数个村庄获益。此外，风能也是毛里塔尼亚正在开发的领域。